欢迎来到一个关于钱及个人成长的频道。大家好，我是欧巴，这里主要是在分享一些学校不会教，而成功人士都会有的财商思维及有关个人成长的行为心理学与优良书籍。这2年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造成全球经济的大宕机，在这疫情中，很多企业都纷纷倒下了。而我们该如何在这个变化万千的环境生存下去呢？又该如何化疫情危机为转机呢？首先，我们要先有能够适应环境的能力，才能进而从环境中找到赚钱的机会，甚至抓住机会大幅领先同行，赚取可观的财富。在所有动物中，最有智慧、最能够适应环境的飞狼莫属了。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本在脸书、抖音等社交媒体上被疯传，而成功的创业家、企业家、资本家都会看的好书《狼道》。无论你是正在探索社会的00后，或是正准备成家立业的年轻人，甚至肩负这一家生活重担的宝爸宝妈，都建议你把影片看到最后。看完一定会对今后在职场上的竞争力，甚至要自己创业当老板，都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每周都会准时更新，免费分享富人、有钱人、企业家的财商思维，以及我所阅读过的一些好书，让我们每周花10分钟一起成长。那什么是狼道精神呢？狼道精神就是狼的特性，狼性是一种智慧的表现，也是一种强者的学问，更是一种强大的处世哲学，是我们在社会上行走所要具备的，也是在现今社会被大多数企业所提倡的一种企业文化。那你可能会说，狼既没有老虎的体魄，更没有豹子的速度，为什么要学狼呢？那么狼有哪些是值得我们人类去学习的优秀素质和卓越精神呢？狼性思维1，充满斗志。生活在草原的动物，生存压力都非常大，除了要寻找猎物外，更要避免自己成为别人的食物。狼也是一样，可能在某次捕猎中受伤，从此一蹶不振都有可能。但是狼性思维的不同在于，狼始终都是充满斗志的，即使瘸着腿也要去继续捕猎，因为他们不会甘于沉沦、灰心沮丧。而在现实上，穷人遇到困难就只会抱怨，抱怨机遇不好，抱怨同事，抱怨上司，抱怨没有遇到伯乐，千错万错都不是自己的错，日子一天过一天，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富人就不一样了，富人遇到问题则会正视问题，找出问题，精进自己并解决问题，所以富人永远都是充满斗志的迈向成功。狼性思维2，有理想，有野心。羊有草吃就心满意足了，而狼永远在追逐猎物，没有猎物就去寻找猎物，发现猎物就去追逐猎物，寻找、发现、追求、获得，这就是狼的生活要素。穷人永远为了一点点的利益而洋洋得意，拿到了一点点的好处就能高兴很久。富人永远不甘于守这已经得到的利益，他们往往会因为存在着危机感而不断地追逐新的猎物。穷人努力工作，就是期待的每个月领工资，然后就跟朋友去唱歌呀、看电影啊，或是去高档一点的餐厅，甚至买些奢侈品来犒劳一下自己，没几天就把钱花光了，然后就继续期待这下一次领工资的日子到来。富人的一个项目赚钱后，并不会立即沉溺于物质上的享受，而是会思考如何能赚得更多，有没有哪里需要改进的。这套模式还能套用在哪里？就是因为他们有着理想及野心，才能让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狼性思维3，紧盯目标，持之以恒。狼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的至关重要技巧，就是在瞄准目标后便能持之以恒紧追猎物，不达目标绝不罢休。我们如果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做到专注，那么不论是在学习或是工作上，就都能够提高效率，事半功倍。如果罗贯中3心2意的话，那么他可能会写出更多部小说，但旷世著作《三国演义》就不会出现。如果爱迪生3心2意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发明灯泡，人类也许要在黑暗中度过无数个夜晚。电话的发明家贝尔认为电话会影响他的科学工作，因此拒绝在他的实验室装电话。事实上，很多成功的企业家、老板都是有着极高的专注力。那么如何提高我们的专注力呢？提高专注力的方法有好几个，很多世界500强企业都推崇冥想，史蒂夫·贾伯斯和比尔·盖茨也都是冥想的推崇者。如果大家对冥想有兴趣的话，请留言告诉我，我再为此做一部影片。狼性思维4，有勇气，懂变通。尽管在肉食动物里，狼的块头不大，但是它却非常凶狠的
尽管面对上万只的黄羊，面对凶猛的老虎，也毫不退缩，但在面对人类的枪口会适当的转移，不会傻傻的去送死。那么狼为什么会这么凶狠呢？其实这种凶狠主要来源于勇气，因为他们一旦盯上了某个猎物，便会志在必得，并且矢志不渝地追求。富豪或英东小时候家里非常贫穷，不管是炙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全家人都是光着脚走路的。为了节约车费，他每天都是走路到学校。他最热爱踢球，但从不敢玩太长时间，因为要回家帮母亲送发票和记账。霍英东回忆说，这种贫穷而忙碌的生活，常使我疲惫不堪，头昏脑胀，甚至到了神经衰弱的地步。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经过一番磨砺的我走入社会，不管工作多么繁忙艰辛，我都从不畏惧，都能淡定的面对。所以我们当老板、做企业的也是一样，一旦有目标，就不能被实现目标的困难所吓退，一定要有勇气去追求。而我们要做大事的，就必须要能屈能伸，只要能达到最终目的，过程是可以有很多种选择的。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温斯顿·丘吉尔说，勇气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特质，倘若有了勇气，人类其他的特质自然也就具备了。狼性思维5，适应环境，认识自己。环境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生存要素，而且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生存环境就会日趋严峻。狼是一种特别善于适应环境变化的动物，它们从不被恶劣的环境所吓倒。它们虽然没有狮子、射牛等庞大的身躯，也没有鹿、兔子等矫健的四肢，但却能成为众多动物谈之色变的强者。这主要是它们能够正视自己的不足，准确地定位自己，扬长避短，一步步的成长。就如同这次新冠病毒的肆虐，很多的企业因为无法适应环境而倒下了，但有些企业不仅在这环境中生存了下来，而且还越做越好。这正是因为他们在除了适应了环境外，还能在这危机中发现了转机，如网络购物、美食外送、线上课程等。只有认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清楚自己的能力、潜力、理想、价值观等，才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并设定目标，朝正确的方向去努力。狼性思维6，坚持到底。狼也会遭遇挫折和失败，但你永远不会在狼的眼里看到因此而产生的气馁，因为他们坚信无论经历多少失败，最后的成功一定是属于他们的。所以狼才会是草原上永远的王者。想要成功，我们首先要定一个目标，确定目标后，我们就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也许有人会说，为了达到目标，我已经尝试了很多次，可就是无法成功。这种人可能只是被自己的努力感动了，而他口中的很多次，不过是5次、6次，最多不超过10次。真正的强者从不会发出这种抱怨，因为他们知道，坚持到底就会成功。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马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你知道马云在成功之前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挫折吗？马云参加了3次高考，在第1次高考失利后，他曾想去酒店当服务员，也想去当警察，但因长相不佳而遭到了拒绝。后来他去肯德基应聘店员，当时有13个人参加应聘，就只有他一个人因为长得不端正而被面试官刷了下来。这些失败的经历让他沮丧，但并没有打倒他，反而因此为动力，更加积极地寻找生命中的其他可能性。为了生存，瘦小的他历经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一份临时工，踩着3轮车给人送杂志。正是这些艰辛的经历，促使他走上了创业之路。海博翻译社是马云创立的第1个公司。这家企业在创立的初期困境重重，为了让海博翻译社维持下去，马云背麻袋去义乌、广州批发一些花卉、小饰品、服装，做起了小商贩，一做就是3年。但这些收入仅能勉强维持公司的运转，于是他不得不去发传单、推销商品，也不知遭受了多少白眼。但这些挫折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反而让他越挫越勇。后来，马云创建了阿里巴巴。2003年 SARS 爆发，全国陷入了恐慌。阿里巴巴的一名员工在这时候因发高烧被送进了医院，整个公司都被隔离起来，让公司一度陷入瘫痪。马云着急万分，他想破了脑袋，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法，让员工在家里上班。被隔离的8天里，阿里巴巴的业务量如常，
整个公司依然正常运行。有一次，因为决策错误，开辟了国外市场，导致阿里巴巴陷入了创业以来最危机的时刻。为了生存，阿里巴巴自断其臂，通过节流来控制成本。马云终于承受住了这次巨大的挫折，让阿里巴巴迎来了春天。举凡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或是现今影响着世界的企业家，很少有一帆风顺的，大多是屡遇挫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才能有今天的一番成就。马云说：“我是一个普通人，如果我能成功，那么中国80%的人都能成功。”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说：“任何不能将我毁灭的东西，都会让我变得更强。”狼性思维7：团队至上。虽然独狼也很可怕，但毕竟战力是有限的。真正可怕的是拥有着超强团队精神的狼群。现今社会，我们如果想要做企业，光靠单枪匹马、单打独斗是很难混出头的。只有加入团队和组建团队，才能所向披靡。蝉联了13年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说：“我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我能与团队合作。”微软公司在研发 Windows 2000的时候，当时这个大项目的研发人员和测试人员就有3000多人，写出的代码有5000行。大家分工合作，互相配合，这个浩大的工程才得以完成。不然，光凭借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无法完成的。比尔·盖茨坚信电脑信息技术能够改变人类的命运，正是因为有这种狼道般的信仰，他才能在电脑信息领域获得空前的成功。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可以因为这部影片而获得一些启发，或是能对你日后的生活有一丁点帮助，就请你不吝啬地为这部影片点赞，并无私的分享给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学习成长。如果你还想免费得到更多这类可以帮助你达到财富自由的资讯，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这些资讯了。那我们下一期再见。